中国的幼儿园正在经历一场惨烈的灭顶潮。你能想象吗？在这个号称全面3胎开放的国度里，每天都有超过600名幼师失业，每天都有无数园长含泪锁门，每天都有孩子的笑声被迫终止。2024年，1年之内就有2.11万所幼儿园关停，其中民办园超过1.8万所。换句话说，平均每天都有57所幼儿园消失，600多个幼师岗位蒸发。那些曾经人满为患，家长要排队送礼托关系才能上的幼儿园，如今却空空荡荡，甚至因为没娃可招而彻底关门。这是多么讽刺啊！有人说，生孩子难，幼儿园更难进，这是2015年以前中国父母的真实写照。彼时，幼儿园简直成了摇号神器，有钱都不一定能进。可短短几年，中国就完成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掉头，从缺口到过剩，从爆满到倒闭。根据教育部的官方统计，2024年全国幼儿园数量从27.44万所骤降到25.33万所，1年内锐减2万多所。这背后的原因不是因为办学水平下降，也不是政策收紧，而是更冷酷的现实，没有孩子了。这不是夸张，而是冰冷的数据。2024年，中国新生儿数量跌破800万，创下历史新低。相比2016年的1786万新生儿，短短8年，足足少了1半还多。全国结婚登记人数在2023年只有680万对，创下1986年以来的最低点。结婚的人少了，生孩子的人更少，幼儿园自然成了牺牲品。最让人心酸的是那些把青春全部献给幼教事业的人。深圳有一位民办幼儿园园长，在教育行业干了15年。他从湖南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毕业，怀揣着热情和梦想，一步步从老师做到园长，把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园硬生生做成了深圳市1级幼儿园。他记得最辉煌的那几年，孩子多到要排队，13个班级，400多个孩子，老师们累到嗓子都喊哑了，但他心里是满足的。然而2022年开始，一切掉头向下。2023年，孩子人数从380人掉到168人，学费收入腰斩，第一次亏损。2024年，他所在的教育集团开始减员，一所接一所关门。最后轮到了他。那天他写下一句话：今天我失业了。他说，15年我把青春和热血都给了幼儿园，可如今却只剩下一纸关停通知。他不是个例，而是成千上万个园长的缩影。有人会说，民办园倒闭情有可原，毕竟收费高，竞争激烈。可是真相更残酷，连公办幼儿园也在倒闭。2024年8月，南京鼓楼区一所公办幼儿园因为招不到娃，彻底关闭。要知道，在10年前，南京家长还要托关系才能把孩子送进来。如今园门紧锁，操场荒芜，这不是个例。微博上一段视频显示，一所幼儿园的桌椅被搬到走廊外，墙上的画被撕掉，孩子们的玩具堆在垃圾桶边。园长站在废墟一样的走廊里，眼眶通红，说这是多少园长的心酸。幼儿园倒闭潮不分民办，不分公办，它是一种全行业的绝望传染病。幼儿园的冷清不只是教育行业的问题，而是中国人口结构崩塌的前兆。想想看，从2016年到2023年，新生儿数量一路下滑，7年间少了1000万人，生育率已经跌破警戒线，远低于更替水平的2.1，甚至不足1。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，2035年，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突破4亿，占总人口的1/3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今天的幼儿园是第一批倒下的多米诺骨牌，接下来可能是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甚至大学。
财经杂志就曾警告，如果生育率得不到改善，教育关停潮将一路蔓延。今天关的是幼儿园，明天可能就是大学。为什么没人愿意生孩子？年轻人真的是不想生吗？不是的，他们是生不起。来看看账单，在北上广深，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，平均养育成本超过200万元。中国家庭育儿支出占收入的50%以上，而在发达国家，这个比例普遍在20%至30%。女性一旦生育，职业发展基本停摆，还要承担来自职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。结果就是2023年全国结婚率只有 4.83 千分号，创下43年来新低。丁克不婚不生的选择越来越普遍，生不起养不起，年轻人索性不生。国家再怎么放开2胎、3胎，甚至把生娃写进政策目标都没用，因为现实太冷酷了。2024年全国关停了 2.11 万所幼儿园，每天平均57所。可这还只是开始。专家预测，2025年幼儿园的关停数可能将达到 2.6 万所，几乎是去年关停规模的 1.2 倍。也就是说，每天可能有71所幼儿园倒闭，超过800名幼师失业。到了2030年，全国幼儿园的数量可能会从今天的25万所骤降到 16.37 万所，短短6年减少9万所，相当于砍掉1/3。而这背后是真实的血淋淋的人生，你能想象吗？一个幼师月薪只有4000块，但为了坚持职业，愿意忍受动辄10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。一个园长把青春、积蓄甚至家庭全部压注在幼教事业上，最后却只能关门大吉。每一所倒下的幼儿园背后都有几十个老师、几百个家庭，瞬间陷入动荡。2024年，全国幼师减少 24.18 万人，相当于每天超过600人失业。失业的幼师，有的年纪大了，再也找不到工作；有的年轻妈妈背着房贷车贷，不得不转去做保洁、服务员，甚至重回流水线。你可以说他们转行，但对他们来说，那是一种彻底的职业葬礼。我做了20年幼师，没想到最后是这样。一位甘肃的园长含泪对媒体说，他们的幼儿园也关门了，娃少得可怜，连公办员都招不满，我们坚持不下去。房租高，人力贵，家长又少，哪还有生意可做？这些话不只是无奈，更是绝望。幼儿园的关停潮只是一个前菜，如果出生率继续走低，未来整个教育系统都会被掀翻。学者已经发出警告，到2030年，中国的小学数量可能下降 20%， 到2040年，全国中学生人数可能比2020年减少1半。大学也不能幸免，部分2、3线城市的普通高校可能整校关停。想想看，那将是一幅多么诡异的场景。曾经家长要挤破头才能进的名牌小学，如今却教室空荡荡；曾经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如今考场冷清到老师比学生还多；曾经大学扩招带来的繁荣，如今可能变成大规模并校关停潮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现实的必然。国家开放3胎政策就能解决问题吗？错了。数据表明，2023年全国新生儿只有902万，这是连续第7年下降。2024年更是跌破800万，创下新低。有学者预测，到2035年，中国新生儿或将跌到500万以下。背后原因很简单，年轻人生不起。在1线城市，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，养育成本高达200万至300万。婚房价格动辄几百万，还要背几十年房贷。职场女性一旦生育，不仅升职无望，甚至可能直接失业。
所以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。在社交媒体上，丁克单身经济成为热词，调侃着也讽刺着一个冰冷现实：国家鼓励生娃，但年轻人用脚投票。养老金危机，未来的钱从哪里来？更可怕的是，这场人口雪崩正在把中国推向一个无解的深渊——养老金危机。可能有人以为幼儿园倒闭只是小事，可实际上它意味着未来劳动力的萎缩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16至59岁的劳动人口只有 8.8 亿，比10年前少了5000万。到2035年，劳动人口将跌破7亿。同时，60岁以上老人将超过4亿，占总人口1/3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越来越少的人要养越来越多的老人，养老金缺口已经在扩大。财政部公开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国养老金缺口超过7000亿元，到2035年，养老金缺口可能累计突破10万亿元。如果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工作缴税，未来谁来为这庞大的缺口买单？幼儿园今天的倒闭，实际上是未来养老体系崩溃的提前预演。幼儿园倒闭潮看似只是教育行业的问题，但背后牵动的是国家的命运。孩子越来越少，学校越来越空，社会越来越老，劳动力越来越紧缺。最终，这会演变成消费萎缩，没人结婚生娃，房子卖不动，奶粉、玩具、教育培训都没市场。经济停滞，年轻劳动力不足，创新力下降，产业链断裂，社会撕裂，老人越来越多，年轻人越来越少，代际矛盾加剧。今天的幼儿园倒闭潮，就是未来的社会危机倒影。当孩子越来越少成为常态，当幼儿园关停潮成为新词条，中国社会真的能承受得住吗？